兄弟们，你敢相信这台手机是 OPPO 做的吗？对吧？我是完全不敢相信 OPPO 竟然做了一台看起来非常有机甲风、机械风，同时是一台拥有内置风扇、主动散热的这样一台主打游戏的手机。没想到 OPPO 也挤进游戏手机里，但是和旗舰的游戏手机还不同，它的处理器还不是用的顶级的旗舰，用的是第4代骁龙 8S。那么这颗芯片在 OPPO 这个手机的调教下表现怎么样？我们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设计方面你会发现整体的简约设计还是体现出来了，摄像头呆口部分其实这么大，对吧？没有太过于繁琐，所以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其实是不会挡手的啊。这个设计非常好，同时这个出风口在这儿啊，所以说这个风扇风道设计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那你可以发现这台银色的机身下这个区域是不是感觉像有光一样啊？其实并不是发光，它是通过它的一些工艺使这个区域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看，就会像有一条光条、光带这样的一个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其他部分其实有多多少少都有对应上这样的一些机甲机械风，所以这台手机在背部设计上其实对于光线是非常考究的，用这种平面的设计出了这种立体的这种纹理感。在硬朗的机身下，中框相对来说也是做了一定的收窄的一种手感处理吧。啊，大家自己看啊，它也不是金属材质，但质感做的还行吧。反正这个机器拿在手里的轻重，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对于这样的一台机器来说，其实手机里内置风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并不是 OPPO 首创，但是它确实在这个价位段应该是第一个。你如果之前用过游戏手机，如果你之前甚至了解过笔记本的一些工作原理，你就对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有一个这样主动散热的小风扇来说，对于整体的手机的绝对性能来讲是有一定很大的帮助的。那这个散热风扇呢，它是支持2个模式，一个是急速暴走，还有一个是智能变频。那智能变频的话，基本上它就会通过你在当前的一个状态下进行一个自动的风力的调整。那我习惯性还是急速暴走一个最猛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可以设置在游戏时自动开启，在这个高能的一个户外模式时自动开启，包括这个超级闪充时自动开启，能对手机内部的温度进行一个更好的控制同时它有一个启动的音效，这个就个人的音效我就不解释了然后它还有关键的 RGB 灯效这个目前的灯效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然后这边还有这样子的，反正有好多种灯效吧，这个也挺好看的。RGB 的这个灯效还是能够提升性能的。然后顺便给大家听一下它风扇的一个表现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这个火也是能够稍微给它吹一吹的，能看出来这效果吗？这个风还是挺大的。处理器用的是第4代骁龙 8S， 这个芯片的话，其实定位还是挺高的，它能摸到骁龙8 Gen 3这样的一个水平。实际安兔兔跑分的话，在210万分左右。这个辨识6单核是2115分，多核是6656分。20分钟3D Mark 压力测试的稳定性表现在66.4，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是挺漂亮的。游戏测试方面，我们测2个游戏，一个是原神的《寻迷城跑图》，然后我发现它确实可以超到120帧，在120帧下面我们测试了之后，发现它的帧率是119.4帧，非常漂亮。整体的帧率表现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到了另外一个游戏，我想说的是又不一样了这游戏是极速巅峰。这游戏其实是关于一个赛车的游戏然后我发现在漫游下，其实对于旗舰处理器来说，它的控制也并不是很优秀。那么在这个 OPPO K13 Turbo Pro 上面，平均帧率是58.8，但是 low 帧确实表现也并不是那么好整体的波动也比较大。但这游戏对于手机性能的考验来说还是挺重的，所以以后测试我会把这个游戏也带上。那虽然它是游戏手机，其他方面其实表现的也很不错，包括屏幕的表现屏占比包括这个最高亮度，这些做的都很好，甚至电池都给了你一个7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的电池。经过2小时的中重度续航车之后，电量还剩余90%，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最后在影像方面，其实说的点不太多，依旧是包含了3个胶片影调，然后它还支持一个人像的一个拍摄整体的前景深效果做的也还行吧，毕竟不是主打影像的手机了，我就随手拍一拍，大家看看觉得拍的怎么样最近上海天气也不是很好，反正能拍成这样我已经尽力了那么视频放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于这台手机的选择应该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目标，毕竟这个价格我估计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同样处理器的小米我记得是1999起是吧？你们猜它多少钱是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 OPPO K13 Turbo Pro 手机的视频所有内容了有什么疑问依旧给我留言吧。我是阿班机车大肥皂，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